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呢叫做图示列表的东西。那我们新增一个页面，然后呢给它取名字。好，那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一般大部分我们在页面新增之后呢，要做的流程哦。那在这边呢，一般做完之后，如果没有做任何的设定，那这边跑出来永久连结，我按发布。当页面已经存在了，我把它按右键跑出来看一下。好，它就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都没有，然后空空的。那为什么这边没有右边边栏呢？因为我们在前面布景主题呢，它的页面的右边全部都把它设定成没有右边栏的。如果一开始我们都不做任何设定，它预设就是有右边栏。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会习惯把它改成全宽。好，全宽就是我更新一下全宽就是保留上面的选单跟下面的 footer 呢然后呢它会显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其实刚刚你看到那边中间有一点点白，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右边栏在那旁边，那是右边栏是空的没有东西的一个项目那现在这个状态才是只有保留上面跟下面的两个header 跟 footer。那我们如果把它设定成画布呢一般就这几个状态，我们来让各位看的朋友来确定一下这三个状态是什么意思那重新再整理一下，画布呢就是什么都没有，像一张空白图画纸一样。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希望让它有选单选过来选过去的，所以我希望至少都是一个全宽的状态，然后把它更新。好，我们回到这边来重新整理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有上面跟下面。 OK，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进到 Elementor 来做编辑。好，它是一个空白的页面那这个时候我先开一个栏的段，包含一个栏的段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从9宫格这边往下面选因为它不是专业版的，所以我们从一般这边来找，看到一个叫做图示列表的东西直接把它拉进来。它预设就是这个列表项目1、2、3个，那前面是有一些图示的。那我们为了快速的来制作我们一样从这个乱文产生器，这个在 Google 里面打这几个字乱数假文产生器，它就会跑出来那我们要的就是它的标题而已。我们现在呢从这边来，它的做法很简单我们直接把文本这边贴进去我们要的项目。那这些项目一般都是有意义的文字啦，那我们现在要的就是我从这边100个里面100个字里面的标题呢，我一个一个的去把它做选取，然后把它贴在这边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范例来排我要的画面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最常做的一个设定就是把我们的文章里面希望看到的列表来做这样的一个设定。如果你想要复制呢，就右边这一颗，它就一模一样的东西跑出来。那我们再给它一个项目，这个超短了。好，没关系我们在制作一些像那个电话号码或者是地址电话LINE 那一些联络方式电子邮件信箱的话呢，通常都会用到类似的东西把它条列出来。那你在这里面下面这边你可以把它按垃圾桶整个丢掉，或者是你自己传你的 SVG 你自己做了一个向量的图传上来。那什么是 SVG， 我们在另外一个范例会跟各位做说明。好，那 Icon Library 就直接点这里。好，那它这个部分呢，你也可以是用箭头指向它。好，跑出来了那第二个呢，改一下牙齿。好，第三个这个随便我们选了通常都是选切题的一个欧元的符号。好，第4个给它一个信封。好，那这边就是决定它现在的一个内容那等一下我们要去调整它的长相，就是从样式这边来。那在这边呢，你不喜欢它的顺序，你也可以直接这样子拉
把字少的拉到上面这边来这个是 OK 的。那你不要就是按叉叉你要从头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你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是新的那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可以自己再重新再输入的方式。刚刚我们做新增一个方式多一个方式就是多一个条列的方式，就是按复制。那现在你也可以按新增这是另外一种做法我们都可以这样子来进行。好，那总共这么几个5个之后呢，我们来决定一下它的长相。它的内容决定好了，我们来设定一下它的长相。之间的空间就是它们每一行的距离，然后那这边自己决定。那你要靠左、靠中、靠右都可以那自己来看你的需求。要不要给分隔线？它分隔线预设是10线那重就是它的厚度了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去调整呢。你看双实线，你没有调大，它还是看不到的。好，那看需求，给点给虚线都可以。好，那给了这个之后呢，你还可以选颜色给它。好，宽度就是从最左到最右0到100100%就是全部满。好，预设就是100%的意思。那如果你都不填，那就是100了OK， 那第一个列表选完，我们来看图示这边。图示其实这是图的颜色啦那我们给它深一点的蓝。好，尺寸自己调那一般我们调到24。对齐就是在它自己的这个字到它左边这个空间，你看到它这边是全部都对齐左边的。那按这个就是所有的图自己的中间对中间靠右都可以好，那文本呢？文本我们这边就是跟一般调字的大小一样了。好，我选停，我故意把它选这是颜色了碰到它还可以给个颜色的意思。那这边呢？这里面我没有设定预设的字型，我把它调整成明体好了。好，字型在这边呢，中文就是 Noto Serif TC 是 Traditional Chinese 就是传统的中文，就是繁体中文的意思那我们可以调大小，刚刚那个是24，那图的话也是24的话1:1是长这样 OK。好，那我们小一点点好了，22。好，那重就是它的粗细程度那我喜欢条列的话，它不是内文通常我们会给它粗一点点。然后呢，它的行高就是你如果调了行高其实这个有点像调它的间距的概念。好，那这边呢，前面那边有可以设定，这里也可以加一点补充。好，那字眼间距是字跟字之间的距离。好，那这边呢文本内缩，你就这边调，就会发现它这边是距离那个 icon 的距离这个数字是这边的距离。OK， 那一般来讲字做到这边就 OK 了那我们从进阶这边还看看还有没有办法做别的动作。假设我现在做2个这样的一个设定呢，就是在 Motion Effect 里面除了可以调上面的进阶它的距离边边的距离以外，你还可以调整它的一个 Z Index Z 的图层有点像图层的概念，它的上跟下的位置。那 Motion Effect 就是我进来的感觉，我是要用什么方式？我选一个滑入的就是 Slide， 就是慢慢滑进来，从左边滑进来。好，那这边字在左边，我就把它变成从右边滑进来。那滑的速度呢？一般这个是慢一点，这是快一点或者是你直接呢？一般我们就是调一般就好了。好，那动画延迟就是我这边进来之后，再隔个几秒才进来的意思那你给1000就是1秒钟我给2500就是过了2秒半才进来。好，那我先把它更新一遍重新整理一下。这一页进来之后呢，它过了2.5秒才会有动画进来。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个东西呢，应用就是大概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样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比如说我在画面的下方或是我的上面，我要做一个，我现在用复制的方式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在内容的这边，你有没有看到有个布局？
一开始是这种直的方式啊，那我可以把它改成横的方式。那横的方式呢，我来决定它的样式哈。之间的空格啊，这些分隔线我把它取消，直的我就不要分隔线了。那现在呢，我的内容我把它删掉2个，好，然后变成3个的时候呢，我的这个东西变成电话。好，我打一个 PHONE。好，那第2个是信箱哦，第3个就是地址。地址呢，我们打个 map，map 的中间有一个地标。好，这是比较常见的做法。那做完之后，我可以让它对中间。好，然后呢，之间的空格。好，这个就是电话，电话当然是从这边来决定了哈。0987654321，好，这是电话。那每一个项目其实你都还是可以给它连接的哈。那在这边，如果你想要让人家点了直接播出去哈，就是打 TEL 冒号0987654321。这个地方你碰到它的时候，它就是连接。那你在手机里面呢，你碰到它，你点它，它就可以拨电话出去了。那第2个呢是信箱哦 ，email 的话，我们在这边打一个 test， 啊，我随便乱打哈 ，gmail.com。好，那这个我先把它复制起来。它如果呢要人家寄给他，你就写一个 mail to mail to 冒号，然后把你的 email 写进去。这就是你碰到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写信的动作。那我希望它是在新的视窗打开来的。那第3个是地址哦，地址的话呢，我就会打一段真实的地址，然后进 Google Map 去把它的连结贴进来。好，这个也可以做。好，我们试一下好了哦。比如说我现在在 OK， 那它的地址就是这边，我把它复制起来。好，复制到剪贴簿了。那在这边我们就是把它贴上来。贴上来之后呢，这个地方的分享有一个复制连结。好，我一样把它贴到这边来，然后把它用新的视窗开启。好，那我们把它存起来哦。存起来之前，我再回来上面这边进阶，我把它的 motion 哦改回来哦，不要延迟哦。上面那个延迟，下面这个不要延迟。好，重新整理一下。好，这个一般的应用就可以做成像这样哈，有2种哈，一种就是直的排列方式跟横的排列方式哈。那这个就是我点到它的时候，它就会跳到我们刚刚查到了这个太子喷砂的这个地址。OK， 那这个呢，它会开一个新的。好，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设定哦，所以它就其实会用预设的邮件软体来帮我们做寄送的动作。好，那这个如果你是手机版的哈，你就可以打电话出去了哈。OK， 这个没问题。那这3个部分呢，一般来讲我们会用的方式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运用。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你的样式里面其实呢，你都还是可以设定一个叫做悬停的。悬停就是我碰到它的时候，它要变颜色了哈。那我现在把它弄个暗红色，我碰到它变暗红色，好，就是让你知道它是可以选的状态。好，那这个范例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哦，大家可以来试试看。